大家都说这个碳水吃多了容易让人长胖，但是呢，碳水吃多了也容易让人快乐啊。这些全是碳水，6种煎饼的做法。第一个呢，给大家做一个鸡蛋煎饼。这个饼呢，不管你是早餐、晚餐、午餐都没有问题啊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将这个面粉呢放入玻璃碗中，这个根据你个人的量，比如你要吃1个的话，基本上你就这个一勺，你要摊3个、4个，你多放一点点。鸡蛋我们打个2个到3个左右啊，3个鸡蛋嘛。我们给少许的盐。开始先不要加水啊，因为这个时候你加水的话，容易让你那个面粉有太多的疙瘩。加入适量的这个牛奶就好了哈。牛奶先不要加的太多，太多的话它会让你的面粉变得太稀。我们多次的去加它，我也不知道比例是多少，就凭自己的感觉加就好了。像搅拌机一样这样去搅它，使你的面没有颗粒感。这时候我们下点这个切好的胡萝卜粒和葱花。这个蔬菜其实无所谓的，你可以加什么芹菜啊，甚至是一些的青笋啊、黄瓜都可以啊，根据你的需要给少许的油，可以让它更加的滋润感一些。可以直接加热大豆油或者是这种花生油都行。这步呢，我们煎的时候尽量选一个平底锅啊，就是不粘锅去煎它，它底是平的这种。好，我们给少许的油到锅中一点点啊，大概是个2勺半的意思，给它就煎一张，不要煎得太厚啊，动一下让它自己流动起来，这样你的饼出来就比较圆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沿着这锅边啊倒一点点油，从饼和锅的之间缝隙去，这个油就滴到里面，慢慢它就可以动了啊。好，另一面就不用加油了，我们尽量吃的健康一点。大家都害怕油的话，就给它少放一点油。这个饼呢可以叠一下，这样稍微好看一些。我们摆的时候就这样啊。看完这个鸡蛋饼呢，你肯定说太素了，完全配不上我这个150斤的体重。不要紧啊，我们给它升级，在这个基础上直接做成虾仁蔬菜饼。烧热个倒少许的油，不要太多哈，把这个姜片和葱段给它爆香一下。这个就是青虾仁哈，包菜丝一起去炒它。这时候沿着锅边呢烹点这个花雕。好，这时候我们给少许的黑胡椒、少许的盐和这个白糖，开火给它炒起来。炒熟之后呢，我们给它倒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的，给锅里给少许的油，接着我们放入刚刚没用完的姜，还是2勺半啊，摊平，把这个圆形。好，沿着锅边倒少许的油。这时候先把火关掉，我们放入炒好的蔬菜和这个虾仁，放在半边，午餐肉，打一个鸡蛋，浇在上面，再来2片芝士。好，接着我们把这个直接叠过来。我们煎的时候尽量用小火慢慢去煎它，把这个鸡蛋啊、芝士啊给它煎熟。第3道给大家做个懒人馅饼，不用和面啊，直接用超市买的水饺皮就可以做。好，接着我们打3个鸡蛋，加少许的盐给它打碎，给少许的油。我们炒到的2面它都是金黄色啊，就是这样的话，你的蛋出来才会香，而且没有这种蛋腥味。你别这个蛋炒得非常的嫩，弄出来就非常的腥哈。好，这是我们倒入砧板上，直接给它剁碎，放到玻璃碗中，剁碎这个虾仁儿。这个呢是一点的午餐肉、青椒粒、胡萝卜粒，我们来一半啊。葱花，给少许的盐、生抽、蚝油、现磨的黑胡椒碎、芝麻香油来点。好，直接给它搅拌均匀，加少许的土豆淀粉。好，搅拌均匀过后呢，我们开始擀一下这个皮子。这步呢很简单，我们找个案板哈，或者是你的砧板都可以。这就是超市买的水饺皮，我们给它擀大一点点。擀到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包。这个其实这个包法就像包包子一样，直接给它包好就好了。包好之后扣过来一压，一个饼就做好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包比较麻烦，再教大家一个方式啊，我们直接把这个馅儿放中间，叠到一起。你还是包的？我这哪里包嘛？我这已经叠到一起，兄弟们没有包，这已经叠到一起了，你还说我包？我搞不懂哪种才叫包。领导过来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一种比较粗暴的方式，就大家不会包包子是吧？他说有一种新式方，直接一拧。让他来试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教大家啊！来，你试一个。小白的话，他其实他不会包的，大家怎么会包包子呢？把你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你少包点馅儿，这是不是有点多？就这样吗？你就这样子往一块一团。我给你少包点馅儿。没事，少包一点馅儿。就是一团的就可以了，捏到这个捏这个嘛。捏这个看到没有？小心漏了，待会儿煎的时候。不会捏死，这样扣下来，你看到没有？直接团下来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行，这个也是一个方法，你们可以试一下，没事嘛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哪一个方法适合你们，你们就直接用哪一个。我今天就用包的，感觉它要收得紧一些。这个油呢稍微要多一点点，因为可以让它这种半煎半炸的状态。把底部先给它定型，你别着急。
煎另外一面，可以把火关小。煎另外一面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把火给它关小一点。煎到这种两面金黄色呢就熟了，我们给它装盘。葱油饼呢，大家都喜欢吃。那么在家里面该怎么做呢？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加长版葱油饼。做这个葱油饼呢，一定要炼一个葱油哈。就今天我只用了2种葱，如果你在家里面葱多了，可以再加点什么大葱啊、大洋葱都行。我今天只用了干葱和这个香葱2种葱来炼。炼的时候呢，就是尽量用这种小火，就是你温度不要太高，你太高就是你下去一瞬间，葱的表面它会浮掉，里面它还有水分，所以说我们的温度是慢慢的加的。葱段的部位它微微的发黄之后呢，我们再下入这个葱叶啊。过滤一下这个葱渣，给它压一压，低筋面粉，我们把这个油呢，热的油直接给它浇到里面，这个叫油酥哈。平时我们做一些葱油饼啊，都要加这个油酥，这样呢可以让那个葱油饼它有这种层次感，而且它有这种酥脆的感觉。这个油酥做好之后呢，接着我们和面，和面也非常简单啊，我们低筋面粉，中筋也行哈，我们可以少许的盐。这次就直接用清水和面了，葱油直接在里面一起去和它，不要太多，这个油呢少许一点点。这种湿度啊，就比饺子皮稍微要软一些啊。好，我们揉的时候尽量揉到这个面光的状态，我们就开始醒它，让它再醒一会儿，醒个半个小时。好，这个面醒好之后，我们将它拿出来，中间给它切一下，撒上一点粉。这时候我们给它下上这个小剂子哈，切成一小块的小剂子。接着我们拿出擀面棍，给它稍微擀长一些。就是牛舌状，比较的薄，像牛的舌头一样这么薄的时候，我们就刷成油酥在里面。这样的话，你待会儿面卷过来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一层油酥在里面的话，比较有层次，它会脆些。把口稍微给它捏一下，把我们放到旁边，让它去醒一会儿，接着再做下一个啊。接着我们给它裹完之后呢，来做最后一步，左右给它擀一下。再把它擀长，这样的话，其实这个皮里面它就有层次了，它就是一层一层的。再刷一层这种葱油，这样可以让这个饼呢更加的香。接着就撒上葱花，这小小的葱油饼就做好了。我们裹的时候就开始裹它，就轻轻把它卷起来，裹上这个程度啊。接着我们就开始来压一下它，你给它压下去，再拿出我们的擀面棍。好，这一个饼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们给它煎一下这个葱油饼，还是倒入我们之前炼好的这种葱油来煎，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饼更加有葱油味道。有个2层油温，慢慢开始下入这个葱油饼。我们也要等到这个底部慢慢的定型之后，我们再翻面，不要刚一下去就接着去翻面它。好，现在定型之后，我们可以将它翻面啊，慢慢的用这个铲子给它翻面过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再翻面一次，把它煎到金黄色。前面做的饼呢，基本上都是咸味的哈，现在给大家做个甜味的饼，我管它叫1天都可以吃的饼。这里呢是250克的低筋面粉，这里是4克的酵母，我们加进去35克的糖。这个糖呢根据你的需要，如果你想吃甜一点，可以多放一点点，没问题的哈。我们拿个勺子给它搅拌均匀，接下来打入3个鸡蛋、牛奶，这个你可以加牛奶，可以加这种酸奶都行。200克到250克，我就凭自己感觉了。牛奶你可以分，不好意思，擦一下。牛奶呢，就是说你可以不要一次性加到位，因为待会儿如果你加的水太轻的话，就改不过来了。我们让它搅匀之后呢，搅到这种没有颗粒的状态之后呢，基本上可以拉丝，大概就这个稠度就好了哈。现在我们加入少许的这种花生油，加个15克左右就好了，不要太多。这种油的话可以增加它的丝滑状。给它封上保鲜膜，让它醒发过半个小时，我们再来煎它。好，我们煎的时候呢，这个面一定要等它完全发酵过后呢，就发酵起来，我们再来煎它。把锅烧热之后呢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火关掉。这样我们把这个姜啊舀到锅中，一定要保持距离，就是给它分开一下，因为它在锅里面它还会长大。好，现在我们开个小火，慢慢去炕它，不要放油，就是干烘的状态，就是干煎的方式。好，定型锅我们给它翻面一下啊，再盖上盖子，我们再炕个大概1分钟的样子，还是开到最小火，慢慢去煎它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另外一面也煎成这种金黄色啊，就一定要煎成这种颜色啊。兄弟们啊，出大招了！最后给大家做个这个爆汁的千层肉饼，看好了，这个呢是4克的一个酵母，300克的这种中筋面粉，给个10克的糖。这个面呢一定要加点糖，因为待会儿我们去煎的时候它才会容易上色一些哈。搞1小勺的猪油，加入少许的温水，
我们揉到这种光滑的状态之后，稍微给它封起来，让它自己再发酵一会儿，让它再发酵个15分钟。这步我们和下肉馅，给少许的盐、白糖和这个白胡椒粉。这个肉馅其实你可以换成羊肉啊或者牛肉都可以。我今天用的是猪肉，我们加入少许的花雕，来点生抽。蚝油教大家一个方式，就比如说蚝油有时候你用完之后呢，它不是在瓶里很难倒出来吗？你可以把它立起来，这样的话最后一点点蚝油基本上你就能放得出来了，就让瓶子立着起来放。再加点十三香，好，这个姜米给它揉起来。好，我们稍微再加点鸡饭老抽，给它上点颜色给这个肉。接着我们再加入少许的姜葱水，分个2、3次就加入这个姜葱水，可以让这个肉呢更嫩一些。如果这步你的馅里面没水的话，因为它很难出汁儿的，加个2小勺淀粉，土豆淀粉，给它搅拌均匀。这就是个大葱馅了，就是蔬菜你可以换，或者说净肉也行，根据你的需要了。这个葱呢一定要最后放，不要将它揉得太死，我们和匀就好了。最后再来点这个芝麻香油，一定要调到这种滋润的状态啊，非常的滋润。砧板上稍微给点那种蒲粉，这个呢我是准备做2个饼，拿个面刀中间给它切开，先把它按表，这时候拿出我们的擀面棍。我今天做的方式呢，目前就是算是比较简单的，在家里面你基本上都可能做出来的方式啊。这时候我们把它肉馅呢均匀的铺在这个面上面，这个边缘呢尽量不要去抹太多的肉，因为边缘抹太多的肉容易粘不稳，容易爆开。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叠一下这个肉啊，每叠一层上我们把它边缘稍微给它捏一下啊，按照这个方式叠着走。这个边缘一定要摁紧，不然的话它很容易爆的。这边也是一样的啊，我们给它锁一下边。包好之后呢，我们再撒点蒲粉，轻轻给它压一下啊，轻轻给它压一下，不要压得太紧，慢慢的压。面上面刷少许的清水，刷清水目的是我们待会儿撒点芝麻，可以让那个芝麻更好的裹在上面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开到最小火就是最小的火，有个2层油，我们开始下入这个饼，盖上盖子哈，最小火让它慢慢去煎它。如果你家里面有电饼铛就更好，有电饼铛可以上下都可以。如果你没有电饼铛，就像我这样分2次去煎它，先煎一面，然后待会儿翻面再煎一面。好，这时候下面定型之后，我们稍微给它翻面一下啊。好，另一面也是用小火慢慢去煎它。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它烘一下。好，熟了之后我们给它拿出来。好，兄弟们姐妹们，这个饼就做完了。最后一个老规矩，尝一下味道，给大家说一下啊。哇，入口之后呢，你感觉这个饼呢，它首先表面是酥脆的，其实呢里面是有汁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大葱和猪肉搭配是种非常经典的搭配，喜欢吃饼的朋友们可以将它收藏起来，自己会做饼就不用吃老板给你画的饼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吗偶像。